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最新表示，即使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生效，与中国的谈判仍将继续。还有欧盟官员透露，中欧本月底之前完成谈判的可能性很低，对华电动汽车关税恐将直接生效。中欧谈判究竟卡在了哪一环？高额关税将至，中国车企将如何应对呢？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称，即使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生效，与中国的谈判仍将继续。欧盟正在与中方就价格承诺或在欧洲投资等机制进行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 We are negotiating with China. We are negotiating about the kind of countervailing to be granted. This is would be possible through price commitments. It's one of the options. These are things that are being put on the table, and negotiations end once the last bit has been negotiated. 同日，一名欧盟官员透露，中欧双方正就中国产电动汽车的最低进口价格进行谈判，不排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要在10月底前达成似乎非常困难，因为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然而时间非常紧迫，距离欧方措施生效仅剩15天。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谈判仍在幕后继续，不过双方在价格承诺的基本原则应如何运作方面分歧巨大。中方希望达成一项总体协议，为所有出口商制定价格方案，但欧方执意要与各家企业单独协商，为谈判的继续推进带来不利影响。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将解决方案与未来对欧洲电动汽车行业的投资挂钩，强调降低关税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欧洲建厂。目前还是卡在这个价格承诺方面和中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承诺方面哈，这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对欧投资的一些承诺，所以这些方面呢，相互可能的这个预期和有比较大的差异。不仅如此，欧盟还执意绕开中方行业协会，与部分中国企业单独谈判，干扰磋商。对此，中国商务部12号就曾发出警告，此举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据悉，包括3家中国抽样企业在内的12家中国主要电动汽车企业授权中国机电商会参与损害调查程序。8月20号，欧委会发布仲裁披露后仅4天，中国机电商会就按照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显示该行业协会已经充分将工作前置做好了预案。中国机电商会表示，方案充分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遗憾的是，欧方既未与中国机电商会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中国机电商会全称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成立于1988年，现有会员企业1万余家。其下设的汽车分会涵盖汽车整车、零配件、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品、系统、检测、认证等，具有较强的行业代表性。这次获得12家中国主要新能源车企的授权与欧方谈判，符合行业协会代表行业利益的国际惯例。然而欧方却想化整为零，显然是给谈判造成极大难度的做法，显得诚意不足。从欧洲的角度讲，它是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个干扰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立场，所以会这个使得这个最主要还是会损害双方的这种谈判的信任基础，最终使得中欧之间的这种双边磋商呢，会带来一些这个冲击。实际上，中方反制工具篮子里的工具也不少，包括已经重启的对欧盟产白兰地的反倾销措施。有欧洲媒体预测，中方可以反制的领域至少有10几项。据报道，欧盟正在慌忙应对他们的白兰地生产商，承诺提供补贴。据悉，这笔款项将达到17至30亿欧元不等。而得知这一消息后，其他的企业也纷纷要求补贴。目前欧委会的电话已经被大量的猪肉和乳制品生产商打爆，他们纷纷要求同等待遇。有港媒揶揄称，欧委会的金库恐遭重创。
德国政商界也明确表达了对加征关税的反对意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斯·拉德就呼吁欧委会放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关税，希望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与中国共同致力于保障开放市场、确保供应链安全以及实现环保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乘用车9月出口10.5万辆，同比增长19.3%，环比增长6.0%。今年1至9月出口96.8万辆，同比增长30.2%。分析认为，欧方的加税消息反而刺激当地消费者纷纷趁靴子落地之前下单购买物美价廉的中国电动车。中国企业也没有放弃欧洲市场。当地时间14号，世界5大车展之一的巴黎车展开幕。由于法国主张加税，当地媒体就形容这场展会有正面交锋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现身巴黎车展现场。This is a difficult time because there is a contraction of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a very strong Chinese competition. 据预测，欧方加税将打击电动车销量。最新预测是，预计到2025年，欧洲的电动汽车销量达到378万辆，和2030年达到978万辆，分别比之前低24%和19%。分析认为，欧洲人之所以购买电动车意愿下降，是因为加税导致车价升高，而这将损害欧盟提出的严苛双碳目标的达成，偏离其一直鼓吹的全球最高标准绿色发展目标。随着大选日期临近，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争愈发激烈。最新的民调显示，两名候选人的支持率势均力敌，此次大选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4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与特朗普均获得了48%登记选民的支持。另有4%的受访者表示，当必须在两党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犹豫不决，或者不会投票给其中任何一个人。外界注意到，相较9月份的民调，二人之间的竞争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哈里斯5个百分点的略微领先优势已不明显。随着美国总统选举进入全力冲刺阶段，特朗普和哈里斯与他们的助手也都在一些民众关心的重要议题上继续加大政策宣传。特朗普13号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承诺，如果他能够再次当选总统，将额外雇佣1万名边境巡逻人员。民意调查显示，非法移民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大多数选民认为特朗普是最有能力解决该问题的人。If Kamala gets 4 more years, the entire country will be turned into a migrant camp,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en I win on November 5th, the migrant invasion end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our country begins. So in order to meet the goal of hiring 10,000 new agents, we need the agents. We need them badly.And keeping our incredible veteran agents on the force. Don't leave us. 此外，特朗普还在宾州出席的一场活动上再次抨击民主党造成的通胀问题，并承诺选民上任后将解决能源价格。2024年10月15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与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一起出席市政厅会议，并发表演讲。We have the worst president and the worst vice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by far. And let me tell you, she is worse than him. And he's actually, I didn't think I'd ever say this about anybody. She's actually, you take a look at it, she's more dangerous than him, but he's actually smarter than her.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at. Look, we're going to get it down. We're going to drill. We're going to get the energy down. When the energy comes down, prices are going to come down.针对特朗普的激烈言论，哈里斯也做出了回应。当地时间14号，哈里斯在宾州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上，就近期特朗普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要打击内部敌人，建议用军队对付国内的激进分子一事展开猛烈抨击。I think the bigger problem are the people from within. We have some very bad people. We have some sick people, radical left lunatics. It should be very easily handled by, if necessary, by National Guard, or if really necessary, by the military. He's talking about that he considers anyone who doesn't support him or who will not bend to his will
an enemy of our country. It's a serious issue. He is saying that he would use the military to go after them. Think about this. 哈里斯称，特朗普将所有违背他意愿的人当成打击目标，这十分危险。This is among the reasons I believe so strongly that a second Trump term would be a huge risk for America and dangerous. Donald Trump is increasingly unstable and unhinged. 除了对特朗普展开反击之外，哈里斯也在紧锣密鼓地接受媒体采访，宣传自己的政见。最近，一向立场亲前总统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也宣布将于16号采访哈里斯，这让特朗普十分不满。特朗普说，福克斯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他还称，哈里斯选择非常温和的主持人拜尔来做采访是聪明的决定，而他更希望看到一个更强硬的记者来采访哈里斯。福克斯对民主党人变得如此软弱，这不仅污染了电视广播，也让福克斯变得无足轻重。据了解，这将是哈里斯第一次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也是他成为民主党提名人以来第一次接受意识形态舒适区以外的新闻媒体采访。此外，哈里斯和特朗普都盯上了少数族裔这一重要票仓，两人近期甚至做客同一家西语电视台的政治类互动访谈节目，试图直面拉美裔选民拉选票。但阿拉伯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14号表示，他不会支持哈里斯或特朗普。阿拉伯裔和穆斯林不投票或投票给第三方，哈里斯当选的机会可能会受到影响。自10月9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公路和铁路后，15号中午，朝鲜在三八线自己境内一侧炸毁了连接两国的部分道路，韩军随即进行应对射击。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称，韩国军方就是此次无人机渗透事件的主谋，挑衅者必将付出代价。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对立局势持续升级。据韩国军方联合参谋本部15号消息，朝鲜于当天中午12时左右，在朝韩三八线以北的朝方一侧炸毁了连接两国的跨境公路京义线和东海线北侧的部分路段。韩方公布的视频显示，现场浓烟四起。저기서 지금 폭발을 해서 크게 들렸는지 모르는데 한 이틀은 약간 크게 들렸어요. 저 팡팡 약간 그런 식으로. 그러면 조금 지금처럼. 韩国军方称，朝鲜的爆破行动未对韩方造成任何损害。作为回应，已在三八线以南的韩方一侧范围内进行了反制射击。韩军方还表示，对于朝方此举并不意外，因为在此前一天，也就是14号，已通过监视设备观察到朝鲜疑似在进行炸毁道路的准备活动。目前，美韩正加强监视和警戒态势，同时保持充分准备。本次遭到炸毁的京义线和东海线道路是朝韩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通线，分别位于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和东海岸。其中京义线是一条全长499公里的铁路，从首尔站出发，途经高阳市、坡州，前往朝鲜的开城、平壤、新义州。最早通车于1906年日本殖民期间。而东海线又称东海北部线，是1937年开通的铁路，连接襄阳至元山，全长180公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两条铁路线宣告中断。此后，在朝韩历史和解的努力当中，两条铁路线及其附属公路交通一度重新开通，被视为朝韩和解与合作的象征。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具炳山15号表示，朝韩铁路和公路被毁的责任在于朝鲜。他还称，作为朝韩峰会后启动的合作项目，京义线和东海线使用了平壤要求的贷款协议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建造，总额达1.3亿美元，朝鲜仍有义务偿还贷款。有分析认为，朝鲜近期从无人机事件到炸毁朝韩连接通路的一系列高调举动，也具有彻底切断朝韩同族血脉和两国联系的象征性意义。
半岛局势突然升温并不是某个事件导致的，应该说是两个朝韩关系的整体的底色导致的。因为今年以来，朝鲜已经把韩国设定为永久的敌国，而韩国的统一政策里边，也是删除了以和平为基础的统一，两国关系的敌对性整体上增加了，这也导致了两国因为一些特殊的事件而导致关系紧张的可能性。目前，朝鲜方面暂未对韩方发布的上述消息作出回应。15号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称，朝方已掌握韩国军方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主谋的确凿证据，挑衅者将为此付出代价。外界注意到，金宇正在过去几天已连续发表讲话。他在14号表示，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事件由韩国军方主导，并将韩国描述为美国驯养的势力，指美国也应当为此事负责。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4号主持召开了国防和安全会议。在听取汇报后，金正恩指明当前的军事活动方向，提出了在启动国家防卫力量、行使自卫权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方面的重大任务。金正恩同时阐明了朝鲜党和政府强硬的军事政治立场。一方面，无人机本身它飞到了离朝鲜劳动党总部非常近的位置，这个本身有一定的严重性，这也可能是朝方比较愤怒的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朝鲜的官方也需要通过一些宣传和调动来塑造韩国的这个敌国形象。韩国方面则宣称，飞到平壤中区的气球为民间团体所放飞，并非韩国军方。15号下午，韩国京畿道宣布，由于近期朝韩关系急转直下，为保护边境地区民众安全，决定将位于朝韩交界地带的坡州市、金浦市、连川郡等地指定为危险区域。禁止市民团体在这些地区利用气球向朝鲜放飞传单等物品。根据韩国相关法律，任何参与散发此类传单的人将被处以最高1年监禁、最多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23万元）的罚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决定由京畿道地方政府宣布，而非韩国总统府。外界担忧这将无法禁止从韩国其他地区放飞反朝气球的行为。半岛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引发国际社会各方关切。在1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作为半岛近邻，中方关注半岛局势发展和朝韩关系动向。半岛局势紧张，不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当务之急是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中方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也希望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数次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引发国际社会谴责。13号，2辆以色列国防军坦克破坏联合国联黎部队驻扎营地大门，并强行进入。一方称此次事件是帮助撤离伤员时不慎倒车撞入，造成斯里兰卡营2名维和士兵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还呼吁联黎部队撤出，并称真主党武装利用联黎部队的阵地作为掩护袭击以色列。分析认为，以色列多次袭击联黎部队，实际上是表达对联合国的不满。此前，以色列已经宣布禁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入境。此外，以军也是威胁联黎部队撤离，为攻打离南部做准备。联黎部队营地设在离南部的交通要道，成为以军在这一地区快速推进的最大障碍。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色列破坏联合国维和行动设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这违反了国际法，可能构成战争罪。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号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他透露，以色列袭击造成5名维和人员受伤。Now, as you know, the decision was made that UNIFIL would currently stay in all its position in spite of the calls that were made by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o vacate the position that are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lue Line. 欧盟27国外交部长14号在卢森堡开会讨论此事时强调，以色列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欧盟27国一致要求以色列彻查此事，并给出解释。没有一个成员国赞成撤出联黎部队。较为罕见的是，法、英、德、意4国外长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
而此前备受国际社会担忧的以色列报复伊朗的力度则可能减弱。伊朗本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弹道导弹，打击以方军事和安全目标，以此回应以色列此前一系列袭击和暗杀行动。以色列多次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打击。以色列最近与美国沟通时保证，对伊朗实施的报复性打击只会针对军事基础设施，范围有限，且可能安排在11月5号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之前。当地时间15号，伊朗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任何攻击或侵略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贾巴里同一天警告称，美国的舰船、军事基地等都在伊朗的武器射程之内，美国不要对伊朗采取任何愚蠢行动。贾巴里称，对于美国做出的任何越界行为，伊朗武装力量都会回应。针对近期美国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的消息，伊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伊朗有能力应对萨德系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上午发表任内的第3份施政报告，主题为“齐改革、同发展、惠民生、建未来”。来看室内卫视驻港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1点开始宣读施政报告，一开始就提到中共第20届3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并作出相关回應。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嘅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結時。過去2年一直以市民為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主軸，以發展改善民生。今年的施政報告會進一步深化改革，發掘新增長點。建立國際黃金交易市場，大力推動航運高增值部分嘅海運服務業發展，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圈，建立國際認可金屬倉庫，制定河套港深創科園區發展綱領，開闢政策同制度創新試驗田，成立工作組發展低空經濟等。李家超提出，會持續優化互聯互通機制，強化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助力人民幣國際化，並提供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主要措施包括持續提升基礎建設，升級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以便利國際投資者以不同幣種結算各類資產，提升固定收益市場基建。例如，為人民幣計價嘅回購交易建立中央清算系統，使喺港發行嘅國債喺離岸市場成為更受歡迎嘅抵押品，及繼續研究優化跨境理財通。李家超強調，安全和發展是鳥之兩翼，發展必須有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香港特區今年3月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和歷史使命。新訂立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香港國安法渾然一體，兼容互補，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但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我哋唔能夠掉以輕心，必須保持警惕。李家超指出，自覺維護國家安全至為重要。香港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已制定推廣策略及措施，推動更多活動，令愛國精神扎根社會。國家安全展覽廳今年8月啟用，深受市民歡迎。我哋會培訓地區導師喺社區推廣。明年配合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展覽廳會推出專題展覽，教育局亦都會更新國安教育課程框架。明年係抗戰勝利80週年，政府會舉辦紀念活動，提升愛國精神。教育局會推展心繫家國3.0跨校跨界別活動，繼續強化中小學嘅中國歷史同國家地理教育，
及喺內地交流增加愛國歷史元素。据了解，李家超今天中午完成发言后，施政报告全文将在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官方网页发放，文本及相关刊物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民可通过网页收看李家超在特区立法会的发言及记者会的现场直播。施政报告是香港最重要的政策指引，自1997年起每年10月发布。这是李家超任内第3次施政报告。从过去2次的经验来看，李家超宣读施政报告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2022年首份施政报告全文共3.2万字，宣读时间163分钟。去年则是超过了5.7万字，宣读时间202分钟，大约是3个半小时。今年的施政报告外界预计分量依然比较重。此前李家超的团队花了3个多月时间准备施政报告，举办超过40场咨询会，走访社区，接触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大约9500份的意见书。今年报告的最大看点被认为是经济方面的举措，尤其在巩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和提振经济方面的新动向备受外界关注。据介绍，李家超今天行程紧凑，发表完施政报告后，将在今天下午3点半出席记者会，回应媒体提问。晚上7点将在电视论坛节目中阐释报告内容。据悉，今年的施政报告花了3个多月时间准备，香港社会积极进言。李家超感谢各界的建言，并指出，只要一起努力，抓紧機遇，齊改革同發展，香港就一定能夠再創高峰。惠民生，見未來。沿用翻綠色咧，係代表政府政策嘅延續性同埋關聯性，而綠色亦都代表和諧、活力同埋繁榮，正正突顯香港正邁向由治及興、千帆並舉、拼發實力嘅時候。施政报告的准备时间超过3个月，举办超过40场咨询会。李家超多次走进社区，与市民面对面沟通，探访残疾人士家庭，视察日间社区康复中心，走访药房，还在茶餐厅与街坊一起用餐交流，听取他们对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累计收到超过9500份意见书。香港民建联则提出195项建议，包括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加强创科协作，与内地及东盟国家政府商讨发展电子商贸，尽快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发展低空经济等。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把握新能源发展机遇，可以使其成为香港未来新经济支柱产业。香港工联會關注就業政策方面，呼籲推動人手短缺的行業優先改善薪酬福利待遇，增加職位的吸引力。政府會按施政報告落實各項政策同埋措施，我相信只要大家一齊努力，抓緊機遇，齊改革同發展，我哋必能再創高峰。拼經濟惠民生是香港社會的共識。香港社會積極進言，新一份施政報告出謀劃策。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陳穎欣認為，定期為疾病進行篩查監測是做好治胃病的關鍵。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蘇長榮建議，進一步增強香港原有的優勢產業，突出有差異化優勢的產業。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林振生建議，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發展，打造香港非遺加旅遊的優質品牌，解決住的問題，是本屆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有市民在李家超和團隊落區訪問時提出，希望重新推行出售公屋計劃，研究優化出售屋村的定價方式，日後補價安排、出售範圍及管理模式。在施政報告公布前夕，業界十分關注特區政府如何加強兩大中心的發展。香港明報關注到，今年的施政報告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提出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南華早報關注施政報告發布措施，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